从2019年开始，香港的人口数连续3年下降，直接减少几十万人口，很多人倾家荡产也要想办法逃出香港。香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他们后来都跑去哪里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香港移民潮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说到移民潮，你会想到什么呢？过去这个字常常会跟战乱天灾、贫穷或是饥饿等等的关键字一起出现。而大部分人印象当中的香港，可能都是一个商业发达、生活条件很好的地方，很难会让人出现刚刚的那些联想。但自从2019年的反送中事件之后，香港开始出现大规模的移民潮。根据统计，在2013年中到2019年中的这6年之间，香港的净移出人数是1.1万人。但是2019年中到2022年中，短短的3年之间，这个数字大幅飙升到了23.2万。香港教育局统计从2019年9月到2022年9月，香港的中小学生人数就减少了6.8万，是过去的4倍之多。而劳工福利局长也说，从2018年到2022年底，香港的劳动人口更足足减少了22万。种种的数字呢，都显示香港确实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移民潮，而那些流失的人口当中，也不乏医生护士、教师、金融业者、资讯工程师等等非常专业的人才。他们为什么要逃？后来又逃去了哪里？有来台湾的吗？来台湾之后有过得比较好了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问题吧。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现在正在看荧幕的你，有腰酸背痛的问题吗？全台湾大概 90% 的人都有腰部或背部不舒服的状况，而且大多数都是因为坐姿不良造成的。为了改善大家的痛物理治疗师3个字跟走走家具联手研发了极健康沙发椅，从座椅的深度、高度、角度全都经过特别设计，让你在坐下的瞬间就能够端正坐姿，释放腰背的压力。再加上它双重泡棉带来的支撑包覆感，让你能够久坐也可以舒服又健康。目前在嘖嘖集资期间购买极健康推荐款，就能够现省13800元，另外赠送独家好礼，使用机器折扣码77250，还能够再省250元。很欢迎你现在就点击资讯栏连结，一起来拯救脊椎吧。就像刚刚说的以往很多地区的移民潮都是因为战争或经济因素而引起的，但香港的情况就比较特别，很多离开的都是中高收入人士，他们不惜放弃原本的生活与高薪，也要想办法逃出香港。所以他们到底为什么要移民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非常不意外，大多数都是因为政治因素。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之后，中国政府加强了对于香港的控制。2020年的6月，港府呢又公布了港区国安法，之后政府就可以用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对民众提出指控。很多的意见领袖、前议员新闻工作者都纷纷入狱。不只是新闻自由，一般人在网络上面的言论自由也受到打压。很多曾经参加过反送中运动的市民就表示，他们就是因为害怕被秋后算账，所以决定离开。此外，也有人呢是因为教育因素而选择移民。这几年香港的教育改革变动非常的大，原本强调批判思维的通识课程被全面取消了，改由培养爱国主义的公社科代替上场。很多有小孩子的家庭呢，因为害怕子女的教育受到冲击，所以就决定举家移民到其他的国家。他们的说法是，希望让自己以及自己的下一代，在一个相对自由、能够有自己想法的环境里面生活下去。要离开的话，香港人会选择什么样的地方呢？根据移民公司的数据最受香港人欢迎的目的地包含了英国、加拿大还有澳洲。这3个国家呢，都有为了吸引香港劳动人口而特别设计的港人救生艇计划。例如英国呢就有 BNO 5+1签证，香港人可以凭借着这个英国政府发出的护照到当地工作或者是读书，只要居住满6年就能够入籍成为英国公民。而加拿大政府也寄出了读书或者是工作签证，让香港移民最快只要1年就能够获得永久居留。而澳洲呢，则是设有技术移民签证、毕业生签证等香港人最快3年就能够获得永久居留。这些国家看准的主要就是香港众多的专业人口还有劳动人口。特别是英国脱欧之后，劳动的人手不足的问题非常的严重，而香港人英文实力普遍都蛮好的，可以直接在说英语为主的国家生活和工作，正好减轻了他们人手的问题。那么台湾呢？当年反送中事件台湾政府曾经表态声援香港抗争，后来媒体舆论上面呢也出现了一波救援香港难民的相关讨论。那当初想来台湾的香港人后来如何呢？
台湾跟香港邻近文化背景又相似，确实也是香港人移民的热门选项之一。根据台湾内政部移民署统计，2019年到2021年，从香港来台居留的人数以倍数上升，3年之间呢，一共有27000多人来台居留。那他们在台湾过得好吗？在生活上面台湾的生活步调比香港慢，交通啊、公共设施都很方便，再加上大部分的香港人呢都可以用中文沟通，所以要适应生活并不困难。但在工作方面，因为移居台湾必须要有一个申请理由，很多的香港人会以投资作为居留条件，所以不少来台的港人呢，都会花上大半生的积蓄，在工作方面重新起步，转行和建立一门新的生意，舍弃本来比较稳定优渥的生活。他们排除万难，希望能够在台湾扎根但不一定结果都能够顺利。根据统计，来台居留的香港人当中呢，最后只有3到5% 的人可以真正的拿到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在台湾落地生根。很多人在申请身份证的过程当中呢，会遇到各种阻碍，像是突然被加设各种条件，加入国安审查，必须要延长居留年限等等。那这些充满不确定的过程呢，让很多来台的港人感到非常的恐慌，于是决定2次移民，再想办法移居到其他的国家生活。那为什么他们在台湾会遇到这些问题呢？有学者认为这跟中华民国对于香港人的移民政策有很大的关系。在制度上面，香港人要移居到台湾，可以呢用投资、就学或专业技能3个理由申请来台湾居留。可是居留一段时间之后，如果想要申请中华民国的身份证，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香港人申请台湾身份证的审批呢，随时会因为当时的社会状况、国际政治状态不同，而有松紧不一的情况出现。目前，因为负责审核香港人入籍申请的是内政部移民署，但他们并没有一致的审核标准。在同样的状况之下呢，有的人可以拿到身份证，但有的人却无法拿到。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根据中华民国宪法虽然香港人啊、澳门人没有台湾户籍，但他们其实都是我国公民。所以，如果这2地的人民想要移民到台湾，并不能够跟一般的外国人一样适用同一套移民法规。那因为目前没有具体的条例可以依循，所以移民署在审核的时候呢，都非常依靠个案判断。除了承办人的标准可能有差以外，当时的国际政治状态啊、两岸局势的差异等等，都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结果。那话说回来因为这个部分牵涉到宪法，所以处理起来非常的尴尬，也非常不容易。而这部分讨论呢，我们曾经在之前的这支影片当中讨论过。如果大家有兴趣等一下可以再找来看看。好的，那说了这么多呢，最后我们把焦点拉回到香港本地。一开始我们说到大量的劳动力啊，尤其是专业人才的流失，让香港出现了非常多职缺，包含了教师、电脑工程师、医生等等，而这也直接导致有很多供应机构的服务能量不堪负荷。那面对这个问题香港政府的说法是，香港目前经济还很好，大家不用担心，而且他们早就已经推出了一系列抢人才、抢企业的政策，例如吸纳高端人才的签证计划、输入中国内地的这个人才计划、放宽针对特定行业的签证，例如像是医护啊、教师、建造业等等。同时，港府也放宽了非本地毕业生留在香港工作的门槛。不过，有人认为港府这一系列的政策目标看起来都不是要留住香港本地人，或是减少移出，而是想要吸引更多的外来人口，尤其是中国内地人口的移入。所以他们担心香港未来的职缺可能会被中国移民取代，甚至整个香港也会慢慢的都变成中国的样子。在研究今天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注意到移民潮这个现象，因为牵涉到很多国家的盘算跟利益，所以带来的影响也很难估计。带着资产啊、专业技能与香港移民，可能会对某些国家带来经济上面的好处，但同时移民议题往往也会伴随着资源分配还有文化冲突等等的内部议题。那以香港的个案来说，各国可能还要再额外考量到中国因素，一旦呢处理不慎，也有可能给自己引起更多的冲突或危机。尤其台湾的状况，这不只是关系到宪法对于国家范围的认定，也可能是更直接的国安问题，导致我们在讨论香港移民或者是难民议题的时候更加的尴尬。好的，那今天的最后呢，想问大家，如果你是香港人，会选择移民出去吗？也会吧，没有自由也没有希望，我一定趁着还能够跑的时候赶快跑。并不会因为跑出去的结果不一定会比较好，不如就留在习惯的地方。所以不一定要看我原本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才能够决定。第几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香港人移民潮的现况。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台湾难民法以及香港历史考试争议。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我依赖家人，阿嬷，就像依赖中华电信。
最疼我的家人，最挺我的中华电信，舞动精彩，共创未来。永远走在最前面，中华电信。